目前美国短期公债3个月到1年期的公债殖利率最少都有 4.4%， 这是非常非常的诱人。那我们应该要如何投资美国公债呢？我们要Hello， 大家好，我是不垂手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 Kevin。今年美国公债的基准利率已经上升来到了 4%， 这导致美国公债的殖利率也大幅的上升。那我们应该要如何投资美国公债呢？我们要直接买单一的美债，还是我们要买美债 ETF 呢？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疑问，那我强烈建议你这期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如果你是出师聊这频道的，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你想要脱离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记得订阅并开小铃铛。我在这边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你会非常有帮助。如果你想要了解我的美股投资攻略的话呢，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那我们马上开始。首先今年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美国的基准利率持续的上升。目前美国的基准利率已经来到了 4%， 非常非常的高。那导致美国的短期公债殖利率3个月到1年期的坐落在 4.41% 到 4.75% 之间。所以呢，如果你是投资1年期的美国公债，并且你持有到期的话呢，你现在平均可以拿到 4.75% 的报酬。那这个殖利率是近20年来的新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那这个报酬呢，相对我们台湾的定存1年大概只有1到2%的利息来看的话呢，它是比较优异的。而且呢，像是网络银行像是一些将来银行或是 Richard 等等的，它的活存利率也只有2到3%。所以说呢，这个美国公债的殖利率是真的非常的不错。那有人会说，那美国公债殖利率给你 4.75%， 那我直接投资台湾的高股息 ETF 不就好了吗？感觉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啊。重点是我们今年台湾配发高股息的 ETF 几乎都还没有填息。虽然股票的 ETF 它可以给予你比较高的殖利率，但也有可能就像我们今年一样嘛，几乎都没有填息，赚了股息反而赔了价差。因为股票呢，它是不保证退还本金的，但是呢，你只要投资单一债券，然后你持有到期，然后这档债券呢也没有违约的话呢，你就可以在到期日期的时候呢，收到债券发行的本金。所以如果你想要领到固定的利息，而且呢是能预期的收益的话呢，那投资单一的美国公债其实是还蛮不错的。这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人问说，现在1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这么的不错，那 Kevin 你可不可以推荐几档美国公债的 ETF 让我投资这边我要跟大家郑重声明的就是你买单一的美债跟你买美债 ETF 这是完全不同的投资逻辑它们之间到底是差别在哪里呢？我把它们比较明显的差别列在下面这个表格。首先你买单一的美债的部分的话呢，你每年是不需要缴交管理费的，但是你买美债 ETF 的话呢，你是要缴交管理费的就像是我们台湾的005、0056是不是都有那个总开销费用？那再来就是到期期限跟返还本金的部分。如果你是买单一美债的话呢，它是有到期期限的，像是你买1年期的美债，那你1年后呢它就会到期，那你就会拿到本金。那如果你是买美债 ETF 呢，它是没有到期期限的，所以呢它也不会退还本金。因为美债 ETF 它的成分股是非常非常多种的债券，那这些债券呢不可能同时一起到期所以说呢当然就不会说什么你持有美债 ETF 持有1年，那你就可以退还本金这个理由好，那再来就是预扣股息税的部分。那单一美债的话呢，它是不用预扣股息税的，但是如果你是持有美债 ETF 的话呢，这些债券它所配发的利息会被归类在 dividend 里面，那这就会被扣 30% 的股息税。那美国政府它是有规定说有些债券它是可以退税的。好，那这退税的部分的话呢，就要大家自行去申请，或者是说呢，你可以使用会自行帮你退税的券商，好像是我使用的美国券商 IB 盈透证券。好，那利息配发的部分的话呢，如果你是买单一美债，那它的利息有固定的跟浮动的都有。但是如果你是买美债 ETF 的话呢，那你的利息基本上就是浮动的。好，因为它成分股会一直变嘛，所以说呢，它的利息一定是会变动。那入手门槛的部分的话呢，单一美债它的入手门槛比较高，好像是盈透证券它的入手门槛大概就是要$1000但是如果你是买美债 ETF 的话呢，它的入手门槛就比较低，好像是 BND 这档美债它是美国全市场型的债券它的入手门槛也只要$72好，利率的影响的话呢，你只要是债券，你就会受到基准利率的影响。好，你基准利率上升，你的债券殖利率就会上升，你的债券的票面价格就会下降。但是呢，单一美债因为它是有到期期限的，所以呢，就算它的票面价值一直下降，但是呢，你只要持有到期，它还是会回归到它发行的价格
好，那到底哪一种投资美债的方式比较好？我要用单一美债的方式投资，还是用美债 ETF 的方式投资呢？其实没有哪一种投资方式比较好，只有比较适合谁。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投资单一美国公债的人通常都有怎样的想法。第一个，他们想要领固定利息的被动收入因为你可以想想看嘛，如果你是投资美国公债，那你美国公债就几乎不会违约嘛，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那我之后呢，每一年大概就可以领多少钱这样子。好，那第二个就是他想要明确的知道未来的报酬，因为如果你是投资美国公债嘛，它不会违约，那你是不是一开始就可以算到你未来几年之后你可以获得多少报酬？好，那这就是投资单一美国公债的人他们普遍会有的想法。那如果是投资美国公债 ETF 的人呢，他们会是怎样想的呢？第一种人就是他们会去预测利率的涨跌，他们会认为说未来美国基准利率应该是会下降，那美国基准利率下降的话呢，就会导致债券殖利率下降，债券殖利率下降就会导致债券的票面价格上升，那这时候呢，你买债券 ETF 的话呢，你就可以赚到资本利的，也就是价差的部分。所以呢，投资债券 ETF 的人他们其实不是想要获得稳定的利息，他们主要是想要获得资本利的，也就是价差的部分。那反之呢，如果你的基准利率上升的话呢，你的债券的价格就会下降就像是这档 ETF，这档 ETF 当然是美国20年期的公债 ETF， 它叫做 TLT。你可以看到，它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它已经下跌了30% 以上好，那第二种会投资公债 ETF 的人，那就是他想要进行股债的搭配然后呢，来减少投资组合的波动性。好，因为大部分的情况之下股票跟债券它们是呈现负相关的，也就是说呢，债券涨股票跌，债券跌股票涨。但是呢，当然是有一些但书如果像是今年这种状况基准利率持续的调升的话呢，那其实不管是股票还是债券都会下跌好，那以上就是跟你分享投资单一美国公债跟投资美债 ETF 的人他们会有怎么样的投资策略。好，那你是哪一种人呢？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好，接下来我会跟你介绍几档美国公债 ETF， 我是觉得非常不错的 ETF， 他们是由 Vanguard 跟黑石集团这两个非常大的基金公司所发行的。好，那第一个的话呢，就是20到30年期的美国公债 ETF， 那这档 ETF 就是 EDV。好，那再来就是20年期以上的美国公债 ETF， 那就是 TLT， 以及10年到20年期的美国公债 ETF TLH， 以及3到10年期的美国公债 ETF VGIT， 还有1到3年期的美国公债 ETF VGSH。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那这张图的话呢，就是3种不同的公债 ETF 他们的一个历年的绩效表现。你可以发现20年期以上的公债 ETF TLT， 它的波动性相对于10到20年期的波动性来讲，它是更高的。然后呢，1到3年期的公债 ETF 它的波动性是最小的。所以我们从这张图我们可以得知的一个观念债券 ETF 它对利率的敏感性是长期的债券呢，它的敏感性大于中期的债券大于短期的债券。所以如果今年有一个投资人他叫做王小明他预期呢，明年美联储将会大幅的降息，可能会降到 1% 以下。这时候呢，他买入了一档 ETF 叫做 TLT， 就是20年期的美国公债 ETF。 那当基准利率下降的时候呢，这个债券的票面价值就会上升，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赚到资本利的那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当然还会有可能会有其他的市场的因素的影响但是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如果你不想要投资美债 ETF， 你想要投资单一的美国公债，领固定的利息，然后呢获得明确的报酬的话呢，那我有做一期影片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去使用 IB 银后证券来购买美国公债。那我会将这个影片连结呢放在下方的留言栏大家可以自行去参阅那我前面不是有讲到 IB 银透证券呢，它会自动帮我们进行债券 ETF 的退税行为那这个退税行为呢 ，IB 银透证券会在明年统计今年整年度的预扣税，然后呢，在明年2月份的时候呢，将今年整年度的预扣税全部退还给你。好，那我是觉得这个是还蛮不错的。好，那今天就是跟你分享，如果你想要投资美国公债的话呢，你可以使用单一美债的方式去投资，或者是你可以投资美债 ETF。那这两个当然没有说哪一个一定是比较好啦，因为这两个的投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适合的人当然也不同咯。好，那最后我想要进行一个 Q&A 的时间，我想请问一下大家，你比较是喜欢投资单一的美国公债，还是你比较喜欢投资美国公债 ETF 呢？如果你是喜欢投资单一的美国公债的话呢，帮我留言1，那如果你是喜欢投资美国公债 ETF 的话呢，帮我留言2。好，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那我是不随意测股市真心法教的 Kevin， 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在录了。
这么多耶。